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弄死你这2个祸害！呀！住手！我看谁敢碰他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是你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别管我，你快去救我妈！西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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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妈，我没事，都怪我让你受伤了。妈没事，只要我的喜悦没事，妈就没事。这位是他是孩子的爸爸。喜悦他从小就被亲生母亲给抛弃了，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，终于能过上好日子，可没想到他怀了你的孩子。你能娶她吗？如果不结婚，我们西月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可怎么生活啊？你不说我也会娶她，我会对她还有孩子负责，会一直保护她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和西月。好。恭喜你怀孕了，是双胞胎。什么？是那个男人的？恭迎帝少凯旋归来！恭迎帝少凯旋归来！帝少，今日君后设了家宴，邀请顾小姐。取消掉，我对那些女人不感兴趣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帝国皇室10代单传，现在全国都在等继承人，您都30岁了还没有结婚。该死，竟然留下那种东西！你放开我！我会对你负责的。1个月前在四季酒店，我被陷害和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，去把她给我找出来。您碰女人了？那我们很快就有夫人了。有了夫人，那我们很快就有帝国继承人了。哎，帝少，宝宝，你们是上天给我的礼物，妈妈一定会生下你们，好好抚养你们的。小月，
妈，小月，哎呦，你现在可是大功臣呐，也不枉你妈没名没分的养了你这么多年。李婶儿，我妈是我爸明媒正娶进来的妻子，她在我爸去世后那么辛苦把我养大，她永远都是我妈。哎呦，你看你对着后妈还这么大喜的日子，咱们不说这个。妈真开心，我们小月长大了，会维护妈妈了。你们俩别闲聊了。哎呀，小月，大家伙为了谢谢你，把咱们的桃子都卖出去了。哎呀，特地在村里设了席。走，快点！哎，走妈。小月，多亏你帮我们把桃子卖掉，不然今年1年我就白干了。是啊，我种了20亩的桃子，要不是西月，桃子都烂地里面了。西月是我们村的大功臣。谁说这个小贱人是大功臣的？7毛1斤的桃子，他卖别人1块8，这是原合同。魏西月1斤就黑了大家1块1啊！1斤就黑了这么多！我说你大学毕业怎么不在城里发展，而是回村？原来是想赚我们的血汗钱呀！还我们的钱！还钱！本来我可以1毛1斤收村里桃子挣钱的，让你坏我的财路。这是什么？坑我的钱呢？太不要脸了！真的是。孕简单，你还未婚先孕？好啊，魏西月，你不仅黑了大家的钱，还未婚先孕，怀了野男人的野种。帝少，未来的夫人叫魏西月，她怀孕了。不仅如此，她还怀了双胞胎。帝少，我们帝国有2个继承人了。小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怀孕了？妈，对不起，我不听你们唠家常，我要钱，还我们钱！对，还我们钱！还我们钱！快点！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你们不要胡说八道。小月从小就品行端正，她是不会私吞大家的钱的。你瞎嚷嚷什么？还真把自己当亲妈了。婊子生的孩子就是婊子，大家可别忘了，这人的亲妈可是跟人跑的婊子。婊子生的孩子怎么可能把我们大家做上？快把钱给我吐出来！吐出来！把钱吐出来！吐出来！把钱吐出来！快点！我忙前忙后的帮大家卖水果，你们就因为几句谗言就认定我吞了钱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我还有更过分的呢！你小月，把钱给我拿出来，不然我弄死你肚子里2个野种！你们放开小月，有什么你们找我了！婊子，竟敢偷我们的钱！你快拿出来，不然我扒光你的衣服，弄死你肚子里的孩子！小月，帝少，我已经把少夫人怀孕的消息发到网上了，现在全网都在传，我没有小继承人了。网上的都是小事，现在掉头去魏家村，把少夫人接回家。是。小月，谁在这吵吵闹闹的？怎么回事？族长啊，这魏西月未婚先孕，破坏村子的名声，他还以卖桃子为由吞了大家的钱，您快把他赶出去吧。竟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族长啊，他私吞了我们全村人的钱，你要替我们做主啊，族长啊！不，族长，我是被冤枉的。族长，小月她爸走得早，
这孩子从小就懂事，他从来都没有问我要过1分钱。这样的孩子，他怎么可能会私吞大家的钱呢？我倒有一个办法，让他还村里的钱，不知道两家愿意不愿意？什么办法？李想家的儿子还缺个媳妇儿，让他打掉肚里的孩子，以身抵债吧。林春，我从网上看到我未来的儿媳妇怀孕了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你这万年冰川呀，终于近女色了。我在有生之年终于可以抱上孙子孙女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林春，我们家族10代单传，100年来才有这1对双胞胎，这都是我未来儿媳妇的功劳。你要明媒正娶的娶她回家，好好保护她。好，我会的。结婚要送女方聘礼，西月怀了我的孩子，以后就是我的妻子。马上安排聘礼给我送过去。还是帝少想的周到，我这就去准备。不，我不嫁，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孩子。魏大强年过40，整日酗酒打架，这下可有好戏看。魏大强那个混账，我女儿不嫁！今天你们要是谁敢动我女儿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我就跟谁拼命！妈，小月，你别怕，有妈在，他们谁也不敢欺负你。王淑芬，别不识好歹，进了我家门，剩下的钱我李桂花就替你女儿赔了。白捡一个大学生儿媳妇儿，值了。妈，起开，起开，起开！哎呀，儿子，妈，听说你给我找了个媳妇儿，在哪儿？起开！妈，小月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什么意思？你个臭娘们，竟然敢嫌弃老子！真是不知好歹，你这破鞋还挑三拣四的！别闹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就办婚礼，也别浪费这摆好的酒席了。好，是。不要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祝你踏过千重浪，能留在爱人的身旁，在妈妈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要！祝你不忘上天阳，也不惧那白发苍苍，我们像种子一样。住手！谁来救救我们？还有多久到？帝少，前方道路堵塞，还有1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必须到。是。我求求你们，放过我的女儿！你们要多少钱，把我都给！我求求你们放了我女儿！你哭什么哭啊？就知道哭，看着烦死了！你一个被人玩过的破鞋，有什么资格给我摆脸色？我儿子哪里比不上那个野男人？他现在可是帝国大少的保安，连国君都得给他几分面子。我没看出来呀，帝国大少的保安。妈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爱哭是吗？一会儿我让你在床上哭个够！老子还没玩过孕妇呢！你放开我，你个混蛋！你放开我女儿！你不许动她！你给老子闭嘴！你女儿就是个万人骑的婊子，都他妈未婚先孕了，还装什么纯洁大姑娘啊！你们都给我看好了，老子今天要把她玩到流产！帝国皇家聘礼到。
帝国皇家送来聘礼，价值1个亿的海蓝之心项链1条，新时代古董花瓶1尊。哎呀，这么看重啊！白玉珍珠耳环1对，乾坤玉器茶壶1尊。天哪，这不是真的吧？不会是帝国集团的？皇家怎么会送来聘礼啊？妈，这肯定是帝少知道我要结婚了，特意送来的礼物啊！我呸！你们快放开小月！魏大强竟然变成全村首富了，那岂不是便宜了些？哎，等一下，大强哥，你不能碰她，这女人，这女人身上有病。啊！妈，快起来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儿，妈就没事儿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女儿是个破鞋就算了，还他妈有病！你信不信？老子把你骨头拔出来喂狗吃！哎呀，大强哥，你别生气了，为了这种小贱人不值得。她呀，根本不是在城里读什么书，而是给人做特殊服务的，早就被玩烂了。你胡说啊？什么？你侍奉日下呀？我们村怎么出了你这个贱妇？哎呀！就是真不要脸，也太不要脸了！流光，太不要脸了！不要脸了！哎，像他们呐，像他这样的人就该被逐出魏家村，他就不应该待在咱们村里。对，说的对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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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待在村，滚出去！不赶我走！这几年，你们的果子都是我帮你们卖出去的，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来人啊，上主法！还有多久？医生，前面拐个弯就到了家村南，再开快点。是。魏氏罪女魏希月，上不孝父母，下不守妇道，该打！魏家村世道淳朴，民风和善，你谎话连篇，私吞村里的财物，该打！别打了，快住手！犯错死不悔改，执迷不悟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魏家村的人了。小月，哎，组长，他肚子里还有2个孽种呢。组长，不能脏了您的手。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闭嘴！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，还想活着？我今天就替天行道，弄死你这2个祸害！呀！住手！我看谁敢碰他！哎呀！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你还好吗？是你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别管我，你快去救我妈！希月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妈，我没事。
都怪我，让你受伤了。妈没事，只要我的喜悦没事，妈就没事。这位是他是孩子的爸爸。喜悦他从小就被亲生母亲给抛弃了，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，终于能过上好日子，可没想到他怀了你的孩子。你能娶她吗？如果不结婚，我们喜悦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可怎么生活啊？你不说我也会娶她，我会对她还有孩子负责，会一直保护她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和喜悦。好。你谁呀？魏喜悦是我老婆，你给我放开她！帝少在此，我看谁敢放肆！帝少，帝少，真是帝少啊！帝少，帝少，恭迎帝少，恭迎帝少。你是帝少？帝少，魏喜悦的野男人，竟然是帝少！这怎么可能？魏喜悦岂不是帝少夫人？抱歉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动我的女人，你有几条命可以赔？放开我儿子！我跟你们拼了！放肆！谁敢动手？拿下！你是用这只脏子碰的喜悦？手不想要，就废了。身为男人不干人事，那男人也不要做了。剩下的你来处理，我要他们1000倍偿还。是。帝少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不！喜悦，你帮我们结的情，你忘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了吗？喜悦。对不起，喜悦，吓到你了。这些人差点害死了我的孩子，他们都是罪有应得。喜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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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悦！喜悦，你醒了。小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？妈，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这里是？这是霍家，你和伯母就安心的住下。你知不知道，你昏迷了1天1夜，可把我们都给吓坏了。帝少，少夫人醒了，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退下了。慢点，让你担心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你没事就好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房间，如果不满意的，尽管跟我直说。没有，我很喜欢。进来吧。少夫人好，老夫人好。少夫人好，老夫人好。以后见喜悦如见我，要待她如待我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少夫人、老夫人，我是管家李姨，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吩咐我。那你先休息，
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小月，提少他是个好人，你昏迷期间，他寸步不离地守着你和孩子，以后有他守着你，妈就放心了。希望他能言出必行，保护好我的孩子。我儿媳妇呢？我儿……妈，小点声。小月的情况我都了解了，这孩子也真够命苦的。一生下来，妈妈就跑了，后来爸爸又不在了，一个人跟着后妈长大，差点连学费都交不起。我知道，以后我会好好保护他和孩子的。这就对了，他现在既然进了我霍家的门，就不能让他跟着你没名没分的过下去。过几天，我准备在帝国举办一个宴会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我霍家的人，你意下如何？好，我安排人准备宴会。行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我上楼去看看我儿媳妇，顺便带她去买点宴会需要用的东西。好。儿媳妇儿，君浩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客气。西月呀，帝国皇家10代单传，难有子嗣。到了临川这一辈，他更是不近女色。全帝国呀，都在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而发愁。现在你竟然一次怀了双胞胎，这真是我们全帝国的福气。只是辛苦你了。这2个孩子是上天给我的礼物，有了他们，再辛苦我都觉得值得。难得你这么懂事。这女人在怀孕期间呀，一定要保持心情愉快。走，妈带你购物去。啊？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？我这什么都不需要啊。这张卡里有1个亿，林川给的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刷爆他。走。啊！来。这件、这件、这件，还有这件都不要，其余的都按照他的尺寸打包。是，夫人。君浩，我这样1件就够了。1件怎么能够呢？今后呀，出席各种场合都需要。首饰、鞋子、包包呢？把你们店的最新款高定给我拿出来。好的，夫人。我们小月的手戴什么都好看，全包起来。是，夫人。这些都打包。是，夫人。君浩，这太多了吧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这些呀，都是刷的林川的卡。你们现在是未婚夫妻，他的不就是你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刚才看的那些品牌中捡经典的款，给我亲家母也准备1份，送到霍府。好的，夫人。不用，这太破费了，我怎么会用得了这些东西呢？真不用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这些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况且呀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对了，我还给小月儿准备一个其他的礼物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走。看那边。
少夫人好，我是君后为您安排的专属司机，他们是君后为您准备的100名保镖与保姆，还有豪车99辆。少夫人好，少夫人好，老夫人好。是什么？少夫人，这是君后赠您的99套豪宅，分别位于帝国中心、米国华尔街以及英国曼彻斯特。我竟然一夜之间变成了超级富婆。小月，你不要有什么负担，这对于我们霍家来说算不了什么。拉着你逛了一天，累了吧？林川，妈，伯母，你们先进去，我带她走。走吧。逛累了吧？歇会儿。小月，妈准备在帝国饭店给你举办一场欢迎仪式，宣布我们结婚的事情。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有点事处理一下，你先进去。魏希月，一个农村来的穷鬼，社会的最底层人，怎么配站在帝少身边？是啊，娇娇，只有像你这样有情又有颜的富家千金，才配当帝少夫人。不要脸的东西！娇娇的姑姑富可敌国。就连帝少见了也要给3分面子，帝少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才叫珠联璧合。魏希月，你敢跟我抢帝少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这多好的消息啊！就是。这张脸好熟悉，这是谁家的千金啊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此等容颜，算是全场之首了吧？千金？哼，不过是个乡下的野丫头罢了，攀上帝少这棵大树，指不定哪天就要掉下来。顾总，您认识？哦，我不认识。为什么看着这个女孩，我会感觉很熟悉，忍不住想靠近？帝国宴会果然豪华，如果不是宝宝，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参加这样的宴会。宝宝，妈妈希望你能平安出生，健康长大。姑姑，娇娇，顾娇娇，这就是顾娇娇那个富可敌国的姑姑吗？为什么看到她，我会感到难过？你怎么也来了？帝少的订婚宴，我当然要来了。帝少订婚后可要结婚了，
我知道你一向钟情于帝少，但他往后就是一个有妻子的人了，你可千万别再对他心存想念了。我知道了，姑姑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嗯。哎呀，西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小雪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这样，楼上有更衣室，西月，我们带你去换一下啊。对，走吧，你们走吧，走。这是西月大人。少夫人出事了，工作酒店全面排查。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干什么？快走啊！进去吧你！不是，风雪周寒，你们干什么？放我出去！一个农村来的贱货，还敢勾引地上，等你被野男人玩烂了，看他还要不要你！哼，走！开门！哎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要是敢动我，霍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听说你不过就是个想勾引帝少的穷逼农村人，霍家不会管你。哎，看老子今天不玩了你！这么漂亮的小娘们儿，老子还没玩过呢！今天老子就玩个够！怎么样？劲儿还挺大呀，我喜欢。哎！听说还是个怀了野种想勾引帝少的婊子，怀孕的女人玩得更舒服，快让老子亲亲！西月，我看，帝少，西月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好怕。没事，没事。感动我女人，你的手就别要了。西月，你看清楚，谁敢碰你，我就千百倍的还给他。帝少，请原谅我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。你没资格跟我谈原谅。西月，他敢欺负你，还回去。混蛋！我让你欺负我，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！李川，我做到了。
事，你做到了，你保护了自己。记住，不要怕惹麻烦，就算你捅破了天，我也能给你摆平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幕后已经查到了，我把他们带进来。把人给我废了，丢狼窝去！谁让你们害我的？喜月，喜月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们只是把你带到更衣室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以前在学校欺负我是农村人就算了，现在毕业了，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却还要害我。不会再任由你们欺负。说，谁让你们害我的？地少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做。地少，喜月，是不是你在外面招蜂引蝶，所以才把欢欢引来的？嚷了嘴却不说人话，那就永远不要说话。别杀我！我说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他是打电话给我们的。电话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。继续给我查，掘地3尺，你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地少，可以放过我们了吧？你想放过他们吗？他们想害我的孩子，我想要他们接下来的日子都得到教训，日日后悔。地少，放了我们吧！送南非军营去。这么喜欢找男人，那就每天多找几个。喜月，地少夫人，放了我们吧！喜月，我们可是同学，求求你放过我们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。咱们走，别脏了耳朵。喜月，放过我们！爸妈，这么久没动静，你这是要急死我们呀！哎呀，小月你怎么样？还好我的宝贝儿媳妇没事儿。对不起啊，让您和国君担心了。只要人没事就行了。傻孩子，你道什么歉呀？让你受惊了。少夫人好。这2位是以前老头子手下得力的女将军，今后啊，他们会随时护着你和孩子们。愿护夫人平安周全。谢谢君后。你还叫我君后啊？谢谢妈。嘿，这就对了。来，乖儿媳，把这个收好。这是我霍家10代单传给儿媳的祖传玉镯，戴上它，你就是堂堂正正的霍家人。以后啊，他们看到这个玉镯，就知道你是我霍家人。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喜月，妈给你的，就收下吧。林川，你先带喜月换衣服，宴会继续进行。我要向全国宣布，喜月就是你的未婚妻，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帝国未来的继承人。好。哎，少夫人，你这里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，好特别呀！这个胎记我一出生就有。好了，少夫人，咱们去宴会吧。原来这个小姐就是地少夫人。听说出身农村，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手段，把地少迷得神魂颠倒。天哪，看上去倒是挺漂亮，竟然是农妇。哎呀，这种出身，地少到底怎么看上她的？这臭小子终于要结婚了。
你看你，这还得感谢亲家母培养出西月这么优秀的孩子啊！这都是他们的缘分。要是我的女儿没死，也该和她一样大了吧？这都能让他逃，真是铁肺！幸好我还留了一手。把人给我带上。魏希月，你不过就是怀了一个野种，还真以为自己是山鸡变成金凤凰？你做梦！感谢各位的到场，参加我和西月的婚礼。从今以后，魏西月便是我的妻子，我孩子的母亲，帝国的帝少夫人。若是有人敢伤她欺她，便是与我，与整个帝国为敌。以后我就是要有新家的人，有孩子，有爱护我们的丈夫。我的西月终于苦尽甘来了。恭喜帝少，恭喜少夫人！恭喜帝少，恭喜少夫人！看着！谁说她是少夫人的？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哎呀，小月呀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来迟了。哎，妈，可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！是你，徐佳丽，你回来了。魏希月，帝少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帝少夫人不是有一个妈了吗？这怎么又来了一个？怎么回事？这是他妈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对，她是后妈，我才是小月的亲生母亲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来呀，就是不让我女儿成为那忘恩负义之人。这婚她不能定。西月这孩子为人清白坦荡，我都是看在眼里的，何来忘恩负义之说？徐佳丽，这20多年来，你对小月不管不顾，如今一出现就往她身上泼脏水，你居心何在？亲生母亲，自从你抛下我和正病的爸爸，卷走家里所有的钱离开的那一刻，你就不是我妈妈了。哎呀，小月呀，天地良心呐！当年我是得了绝症，为了不连累你们父女，我才离开的。那现在我治好了，我才敢回来嘛。至于你说的那个钱，那根本就不是我拿的，该不会是……闭嘴！我不许你侮辱我妈！你说的忘恩负义是怎么回事？小月她不能嫁进霍家，那否则就是忘恩负义。因为小月有了未婚夫。这怎么可能？从小到大，我除了林川连恋爱都没谈过，怎么可能有未婚夫？我相信西月。徐佳丽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说小月有未婚夫，证据呢？就是，如果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胡说八道。这就是证据，看呐，不是真的，这就是证据。你们看呐，你们看呐，当年小月的爸爸从山崖上摔下，被一个赤脚医生给救了，两家人就定下了娃娃亲。小月有了这门亲事在身，那是万万不能嫁给霍家的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早就不提倡包办婚姻，单凭这一纸婚书，连对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让你孩子嫁过去，这未免太草率了吧？国君君后，你们都是有钱有权之人，当然不在乎这纸婚约了。
小月是农村的孩子，我们农村人做人那都是凭良心的。这么说合适？那人家救了小月的大这个，现在不嫁过去，那就是忘恩负义，丧尽天良。小月，你可不能做这种不要脸的小人呐！够了！你说谁是小人？从小到大，你没有照顾过西月一天，如今凭着突然出现的婚约，就想毁了小月的幸福。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种亲妈？那我这不都是为小月好？那结婚也得讲究个门当户对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。这地少夫人表面单纯，没想到不仅出身农村，家庭背景还这么复杂，如今更是要背着婚约嫁给地少。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要被其他小户笑话？还请地少三思啊！乔乔，顾小姐说的话在理，一个农村人怎么配当未来的君后？君后代表的可是我们整个帝国的形象。事关帝国，请地少三思。事关帝国，请地少三思。大胆！你们是在威胁地少吗？都给我起来！这件事我自有分寸。小月呀，你看大家伙的意思你都看见了。妈知道你从小缺爱又生活拮据，这遇到地少这样优秀的好男人，难免会有歪心思。妈可不能让你一错再错，贪慕虚荣，那没有好下场的。请注意你的言辞，从来就不是西月有歪心思，是我想跟他结婚。你生我却不养我，消失20多年，出来就指责我品行不好，你真的是我妈吗？到底是不是他妈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当然是你妈了，但全村的人都知道啊，你是我生的，可不能让人知道她是我从玉米地里捡来的野孩子。要不是有人给了钱让我搅黄这门婚事，谁要来管这死人？天下既然有亲生母亲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，如果是我的孩子，我定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可惜我的孩子。顾小姐，恭喜您生了个小千金，跟你一样，左后肩也有个月牙形的胎记。好，刚出生，不久就夭折了。姑姑竟然还想再有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早就被爸爸丢掉了，顾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。姑姑，你就别想那些伤心事了。要我说呀，是为西月，她根本就不配做地少夫人。姑姑，你知道我对地少一片真心的，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把？娇娇，你在说什么呢？魏小姐已经怀了地少的孩子了，这件事儿板上钉钉，不要再瞎想了。我听姑姑的就是了。要不不帮我，等我弄走魏西月成为地少夫人，继承你公司财产，要我好看。小月呀，你和地少差距过大，你是脚底泥，地少是天上的月，你们俩在一起那根本就不幸福嘛。走，跟妈回去履行婚约去啊！走，我跟地少是自愿订婚的，我不会跟你走的。小月说的对，他是要跟林川结婚的。如果你觉得亏欠那家人，我们霍家可以补偿，条件随他们开。地少，这个女人突然出现，一定有问题，你去调查一下她的来历，事无巨细，尽快。是。君后啊，那有些不是钱能够解决的事儿嘛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可不想让我的女儿就这么不清不楚的嫁给别人。地少已经给西月送了聘礼，帝后也送了聘礼，而且西月现在已经怀了地少的孩子，她嫁给地少那是名正言顺。哎呀，我的那个老天爷呀！老魏呀，是我没有管教好咱们的女儿，真景人家的姑娘就这么未婚先孕了。
帝少，查清楚，根据基因库数据对比，徐佳丽根本不是少夫人的亲生母亲。果真如此。够了！你根本就不是西月的亲生母亲。不是亲生的。说，是谁派你来闹事的？怪不得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幸福，竟然不是亲生的。什么？竟然有这种事？那这帝少夫人到底是谁的孩子啊？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她就是我的女儿，今天我就得把她带走了。小月呀，咱把孩子打了啊，嫁一个好人家，走啊！你放开我，你跟我走。徐玉，放开我！你放开他！我是他妈，我看你们谁敢拦我！走，你放开我！和我女儿一样的胎记，站住！你不能带走她，她是我女儿。是我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什么？她是你女儿？这帝少夫人不是出身农村吗？怎么会是顾家千金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哎，你们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哎，西月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个人才是我的母亲吗？该会像徐佳丽一样吗？小月，你左肩那个月牙形胎记是我从小就有的。你真的是我女儿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孩子不是被爸爸处理了吗？魏希月这个小贱人，怎么可能是姑姑的孩子啊？你真的是小月的亲生母亲吗？到出生这晚，护士跟我说过，她跟我一样，左后肩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我？我没有啊，孩子。当初是他们跟我说孩子夭折了。我的孩子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你啊，孩子，可怜的孩子。你真的是我妈妈吗？姑姑，世上巧合的事情有很多的，做了亲子鉴定才知道。小月，你没事，简直是太好了。现在我就算去死，您别胡说。谢谢你们把小月照顾得这么好。你若真的是小月的亲生母亲，我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凭什么一次又一次都能让这个贱人躲过去？一出现就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，不行，不会让你好过的，绝不！顾夫人，小月啊，谢谢你，昨天愿意跟我回来，一睁眼就能看到你在我身边，这样的场景我不知道梦到过多少次，没想到真的有实现的这一天。这没什么呀。哦，既然醒了就下楼吃饭吧，都准备好了，起来吧。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就让王妈都做了些，快吃吧。啊。
母女连心，看来小姐的口味和顾总的一样。来，多吃点啊。小月啊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一会儿呢送你去霍家。去吧。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这是1岁时候的平安锁，这是2岁的学步车，这是3岁的，这是4岁的，这个是5岁的。只可惜这么多东西你现在也用不上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我喜欢。好，喜欢就好。林川，我在呢。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好不真实。怎么会？遇见你之后，好像一切都好起来了。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得到那么多的善意和疼爱，甚至能找回自己的亲生母亲。我好怕哪天一睁眼，这一切就都不见了。不是因为遇到了我才变得美好，而是你本来就够好，你也配得上人世间所有的美好。是不是上次在杂志上看到的价值2个亿的海蓝之心吗？对啊，我看你多看了2眼，就给它买下来了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只是你下次别再买了，我的首饰已经够多了。怎么了？小家伙们踢我呢。真的？哎，时间到了，小家伙们一定是在催促我涂人参油了。来，我自己涂就行。我帮你。来，你现在月份大了不方便，以后换我来。小月，你醒了？妈，林川呢？地少都已经去公司了。哦，慢点儿。你现在月份大了不方便，以后换我来。来，快来把这碗燕窝喝了。谢谢妈。顾总派了司机来接你，妈做了点鲜花饼，等会儿打包好，你带过去给顾总尝尝。好。顾总，您找我？吴律师，
今天叫你来是想更改我之前立的遗嘱。奇怪，姑姑从来不送人的，难道有什么事？您的意思是，要把财产继承人和股市掌权人由顾娇娇小姐变更为魏希月小姐吧？小月是我的女儿，我这么多年来亏欠她太多了，这点东西也只是给她微薄的补偿罢了。顾总，您言重了。其实这些都不是您的错，想必魏小姐她一定会理解您的一番苦心。小月若是愿意，我将扶持她成为顾氏新的掌权人。若她不愿意，这些东西也能足够的让她后半生衣食无忧。你个老太婆，我女儿就想把我踹开了，你都是我陪在你身边的。表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表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就是刚好路过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我来送鲜花饼，表姐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好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您放心。姑姑，你怎么上来了呀？你现在身子重，千万要小心。哎呀，不碍事，林川每天都有让医生来给我检查，我跟宝宝都很健康。那我们走吧，慢点儿，慢一点。什么事儿？顾小姐，上次的2件事，霍家已经有所怀疑，不过你放心，那些人都被我处理干净。你做得很好，只有死人才能永远闭嘴。吴律师，我们谈谈。这云国边境运过来的花茶呀，配这鲜花饼，真是太适合不过了。快尝尝。好喝吗？确实好喝。小月啊，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吗？如果我在生日当天将遗嘱公之于众，小月，你会接受吗？太好了。顾思锦，你想把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抢走给魏希月吗？那也要看他有没有这命拿了。这事情，今天这个事其实就是今天的生日宴果真气派非凡，不愧是帝国唯一能和霍家媲美的豪门顾家呀。听说顾家传女不传儿，要是能当顾家的女儿，当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那位可不就是吗？孤陋寡闻了不是？那位才是。那位才是顾家真正的女儿，不仅是帝少夫人，还是顾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这位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吧？小月、帝少，你们来了。小月，今天的开场舞你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开场舞？对啊，在每年的生日宴会之前，都会由顾家的女儿跳第一支开场舞。往年都是我跳，如今你回来了，应该是你跟帝少跳才对。可是我看顾小姐这表情，怎么如此为难？难道是不会吗？听说这位顾家小姐从小在农村长大，她是从小没有接触过华尔兹这样高雅的舞蹈吧？那这么说来，这位找回来的小姐恐怕还不如原来的顾家小姐。但规矩不能换呀，这往年都是顾小姐来跳开场舞，不如今天就让顾小姐和帝少一起来跳吧。那怎么好意思呀？不过也确实没时间了。帝少，要不我们就……谁说不能跳？这支舞我们跳。这支舞我们跳。
林川，可是我……啊！你看看谁呀？地上他们要跳开场舞了。放轻松，跟着我的节奏就好。倒要看看你能跳多好。让我的手轻轻搭在你的肩，舞步翩翩，呼吸浅浅，爱的花儿哎，这跳的可真不错呀，跳的很好啊，这哪是会跳舞的样子？郎才女貌呢，跳的很好看啊。我的心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，一步一步把我跟进，一圈一圈更确定。你看看这身材，跳的真不错。不停，没有谁能比你更合我的拍，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。甜蜜啊，幸福啊，圈圈圆圆转出来。这以前是学着跳舞吧？真不错，跳的很好看。他们俩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谢谢小月和地少，你们的舞蹈我很喜欢。月小姐和地少这支舞是我见过最好的版本了。这地少和月小姐本身就是天生一对，跳起舞来如此默契无间呐。没想到月小姐不仅美貌过人，在艺术上的天赋竟也如此之高，不愧是顾总的亲生女儿。颇有顾总当年的风姿。大家别站着了，快入座吧。魏希月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得意不了多久。感谢各位赏脸，参加我的生日宴。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万分重要的事。我顾思杰将我名下的固定财产以及顾氏集团70%的股份全部无偿转让给我的女儿魏希月。啊，全部转让？天哪，全部啊！全部转让啊！这么多财产，怕是几辈子都花不完吧？还有顾氏集团70%的股份，那月小姐以后岂不就是顾家的掌门人了？这月小姐本身就是地少的夫人，要什么没有，这些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。希月，来。妈，你真的不用这样。顾总且慢。顾总，岳小姐恐怕不是你的亲生女儿。吴律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顾总，你还是看看这个吧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不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啊！好像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长得挺像啊！不管是真是假，在我心里，你早就是我妈妈。妈，希月！哦，天哪！怎么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以为这就完了吗？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3、2、1，希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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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跑！我的天哪，吓死人了！别看。你少竟然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这个小鸡！出人命了！地少，车进来了，就在外面，快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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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走！快走！这也太危险了！快跑！你留下来处理一下现场。是。走。希月，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放心，
会没事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去医院，带我去医院。好，我们去医院。你先冷静一点，你怀着宝宝呢。真是太危险了！哎呦，怎么搞的？真是太危险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就离开一小会儿，怎么变成这样来？我姑姑呢？我姑姑呢？顾小姐冷静，顾总已经晕倒了，帝少和夫人送她去医院。姑姑，这是我特意熬制的营养粥，多少吃一点。妈，顾总还没出来，我没有心情。你要为你自己还有孩子着想。来，乖。我姑姑现在生死未卜，你们俩还在这里谈情说爱。别管他，接着吃。表姐，我们也在等啊。别叫我表姐，我可没有你这种扫把星妹。顾小姐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林川，算了，表姐，顾小姐肯定也是太着急了才会这样的。事到如今你还在追，魏希月，你可真是好手段，凭借着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把所有人都给骗了。我没有装，我扪心自问没有得罪过你，你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敌意啊？为什么？你骗得我姑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你，还害得她躺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卜，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？顾娇娇，馈赠财产是顾总自己的决定，轮不到你来指责希月。地少，你真的不能跟他在一起，靠近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我姑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顾娇娇，你太过分了！医生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医生，我妈她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，转到普通病房。不过病人心肌劳损多年，日后千万不能再受刺激。好，谢谢医生。我早说过，顾总吉人自有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现在，你可以跟我回去休息了吧？魏希月，这次算你走运。他刚刚明明一副着急担心的样子，怎么现在这个反应？不用管他，我们回家。今天你受惊了，这是我妈亲手调的助眠香囊，你早点休息。林川，我总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有点蹊跷。你放心，我已经让萧音去查了。这件事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好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啊，林川。我们俩不用说谢谢，睡吧。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帝少，目前可以确定，今天发生的事不是意外，而是人为。监控被人动了手脚，是在现场找到一个耳环。耳环？重点调查顾娇娇。希月，希月，你慢点儿，宝宝。顾总醒了，我想快点见到他。顾总，是小月吗？快进来。没事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好害怕。好孩子，快起来。顾总，这是希月给您煲的汤。你们有心了，还是第一个来看我这个老太婆的。这种时刻，顾娇娇竟然没有来，她果然有问题。我没事了，你和帝少没有受伤吧？我们都没事儿，可惜吴律师被砸到头部，抢救无效，去世了。吴律师出事了。小月若是愿意，我将扶持她成为顾氏新的掌权人。
若他不愿意，这些东西也能足够的让他后半生衣食无忧。表姐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难道说，顾总，顾总，您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小月，你怎么从刚开始就一直叫我顾总啊？我还可以叫你妈妈吗？顾总，西月，不如你们先看看这个。进来。地少，这是什么？抱歉，我自作主张给你们做了亲子鉴定，但是这一次全程监控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好。小月，妈，月月，妈，我就知道不会有错的，你一定就是我的女儿。既然如此，那宴会当天的亲子鉴定书就是假的。吴律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胡律师跟随我多年，他的人品我信得过。这次这件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派人调查，吴律师生前无故让家人移居国外，好像是受到某种威胁，但现在死无对证，调查需要些时间。吴律师死的冤枉，我打算给他的家人一笔慰问金。这个事情顾总不必担心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。好，辛苦地少了。顾总言重了，您是西月的母亲，也是我的长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是啊，妈，这些事啊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就交给林川吧，他会办好的。哎，那您先喝点汤。好喝。终于可以出来走走了，这段时间呢，把我闷坏了，难为你俩每天都来照顾我。只要您身体健康，我们做什么都行。这次恢复后，您可不能再劳累了，医生都说了，您的病全都是累出来的。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，我还要长命百岁，看着你和地少，你们两个人长长久久，看着我的乖外孙们平安长大。您放心，我和西月一定会的。顾总，有件事情我要提醒您一下，小心顾娇娇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段时间的事跟娇娇有关？顾娇娇是最后一个和吴律师联系的人，从目前调查的证据来看，她嫌疑很大。我知道了，地少，我能拜托你件事情吗？您请说。在这件事情没有定论之前，我希望你不要去找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您先在这晒晒太阳，我和林川去给您买饭。哎，你慢点儿。好，真好。也不知道娇娇最近去哪儿了，这段时间我没有见到她的身影，难道真的跟她有关？去找一下娇娇，让她到这儿过来找我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去帮我找一下娇娇，让她到这儿来找我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。娇娇，你来了，这2天你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也不来找我呀？够了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，都这么会装。娇娇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
自从他魏希月回来以后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侄女吗？他抢走了地少还不够，现在就连你要把顾家的所有东西都留给他，凭什么？这公平吗？娇娇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啊，小月和地少他们本来就是两情相悦，这何来抢一说？至于财产，她本来就是我的女儿，她继承顾氏的东西，你理所应当啊。那我呢？我也是顾家的女儿啊，我呢？那我呢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我给你准备了有东西的，你知道的，这些东西足够你富足的过一生。那又怎么？顾家的一切本来都应该是我的，我想把它给丢掉了，他怎么还能回来？你说什么？他魏希月就是该死，该死！闭嘴！你打我！从小到大，你最宠爱的人就是我，现在你为了他魏希月打我！我打你都算是轻的，算我瞎了眼，错看了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拿回你的一切。顾氏没有你这样的女儿。不行，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逼我的，都是你逼我的。妈怎么不在这儿啊？别急，我打个电话。糟了，出事了！这是妈的手机。魏希月想要救你妈，就来西郊仓库，记住，只有你一个人。怎么了？顾小姐把妈抓走了，在西郊码头仓库。没事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顾小姐说了，只能我一个人去。不行，我要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。不行，我必须自己去。这是我妈妈，我必须自己去救，我不能永远都躲在你的羽翼之下。希月，让我眼睁睁看着你置身危险，我做不到。林川，你听我说。你答应我，保护好自己。我会的，我不会让自己和孩子受到伤害。我走了。好。妈，你还真有胆子来！小月，别过来，这里危险，你快走！闭嘴！我可没工夫看你们表演母女情深。不要动我妈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。魏希月，你现在很得意是吗？你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也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但我从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你从小锦衣玉食，为什么非要走到这一步？这都是你的错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顾娇娇，我从来没和你争过什么，更何况你所拥有的，早已是普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。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可是顾氏未来的继承人，和地少相亲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是你的出现毁了这一切。希月，你为什么不去死？顾娇娇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，你还可以做回那个骄傲自信的顾家大小姐。别疼，我早就已经回不去了。姑姑为了你，要剥夺掉我所有的财产，在她身边陪了她这么多年，都抵不上你这个刚回来的女儿。不会的，只要你现在回头，顾家的一切我全都给你。说什么？这些钱跟我妈的性命相比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既然你想要，我就给你。只要你放过我妈，我现在就叫律师来做财产公证。真的？当然。你快把刀放下。不对，我不信，就是在骗我。
你妈是吗？拿你的命来换！怎么，你怕了？演不下去了？我就知道你所表现出来的善良、孝顺全都是假的。我愿意。什么？我说我愿意，你快放了我妈！太婆，你给我老实点！你快放手！我妈刚做完手术，要是她出什么事，我们就鱼死网破。真不愧是地上的女人，跟在她身边去，连说话也越来越像了。少废话，快点过来！顾娇娇，你现在做的一切，不是在伤害我，而是真正爱你的人。你别忘了，是我妈在你父亲去世之后，把你抚养成人。为了你，她甚至放弃再要一个孩子的念头。从小给你最好的一切，把你当成继承人来培养。要不是你一错再错，她是不会放弃你的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她的心里早就没有我了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缓兵之计。老三，再不过来，我就动手了！慢着！慢着！不如用我的命来换，如何？不要，林川，不要过去！地少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可是战无不胜的帝国战神，就为了这么一个贱女人，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？我是在保护我最重要的人。你竟然愿意为他做到这种地步，为什么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努力变得优秀，想要追上你的脚步，而他呢？他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把你给抢走了。林川，如果你只是想要个孩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的啊！感情的事免了。这样吧，你放了顾总，我来当你的人质。你先过来，我自然会放的。狙击手已经就位，待会儿你带着你妈离远一点，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再过来，我就反悔了。妈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快点让地上回来。喜悦是你赢了，娇娇，妈，快啊！妈！雪，林川，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不应该自作聪明去赌的，是我害了吗？没有，你没错，你很勇敢，你救出了自己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还救出了顾总。如果不是你，事情不会那么顺利。林川，我好害怕。没事，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林川，我肚子好疼。医生，医生！少夫人，用力，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，用力，快！小月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已经进去2个小时了。老天爷保佑，我的小月和孩子们可一定要平安啊！小月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，她不会有事的啊。恭喜地少，母子平安。七月，辛苦你了。
我们的孩子呢？回夫人，小少爷们长得很像帝少呢。好，像爸爸好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这俩小宝贝啊，奶奶是怎么看都看不够。哎，你看啊，和林川小的时候，哎呀，是一模一样。我觉得呀，更像小月。哎，像林川，像小月，啊，都像，都像。你怎么不去看宝宝们？他们已经很多人看了，我更想看看你。西月，帝国时代单传，男有子嗣。谢谢你给我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能和你还有孩子们在一起，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。我觉得现在的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小月，你快看谁来了！小月，你快看谁来了！妈，顾总一出院啊，就吵着要来看你，我拦都拦不住。这段时间也辛苦妈了，在医院照顾了这么久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在我心里啊，顾总已经是我的姐姐了。小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刚生完孩子，是特殊时期，一定要好好注意啊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林川和爸妈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月子餐一天吃8顿呢，看我脸都圆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都要变成小猪了。你是小猪，那我岂不是猪八戒了？妈，关于顾娇娇的事，我想跟你说一下。没事，你说吧，我有心理准备。根据警方调查，顾娇娇身上一共背负了3条人命，分别是之前绑架我的方雪周寒，还有吴律师。下个星期上诉，法律会做出最公正的判决。咎由自取，都怪我没把他教好，害得你无端受了这么多委屈。妈，这不怪你，是他自己心术不正，怨不得别人。娇娇这孩子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半点苦都没吃过，就受了这么点委屈，就受了这么点挫折，就变成如今这副模样。小月，你受了这么多委屈，还能像现在这般单纯善良？好了好了，都不要说这些伤心的事了。楼下把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呀，我们全家好好聚一聚啊！走。这是你最喜欢的松子鱼，剔了刺的，来，多吃一点。看来林川呀，把你照顾得很好，是我瞎操心了。妈，不过呀，我今天还送了别的礼物，这些都是我为我的宝贝外孙们准备的礼物。金尊平安锁一对，都是请大师开过光的。金丝绣服一套，翡翠玉勺一对，明庆银镯一双。等，妈，这也太多了吧？算上国君和君后给的，这2个小家伙就是用到下辈子也用不完啊。没关系，不碍事的。帝少，各国听说咱们帝国的小少爷降临了，纷纷送来贺礼。米国州长送来西太平洋岛一座，北辰天王送来正骨皮一套，南非酋长送来稀世宝石一堆。然后好了，辛苦小助理了，要不这些等我们吃完饭再说。好，夫人。先吃饭吧，等吃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哇，林川，这里好美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西月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丈夫，一名父亲。谢谢你的出现，让我的生命更加完整。魏西月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我愿意。西月，我们现在就去领证吧。这么快？可是我才刚过法定呢。不快啊！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？我现在一刻也等不下去了。走。哼，以后你就是持证上岗啦。那你以后该叫我什么？老公。听不到。老公。老公。老婆。怎么样啊？拜拜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！这下您放心了吧？哎呀，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，儿子，你太厉害了！有我当年的风范哦！宝贝们，爸爸妈妈呀，终于领证了，这就叫好事成双。哎呀，爸妈，你们就别打趣我们了。现在事情都办完了，我也想回学校一趟。毕业这么久，我一次都没回去过呢。回学校的事可以先放一放，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。什么事啊？当然是成为我的新娘了。对呀，你呀，该准备婚礼了。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，就在衣帽间呢，等着你去挑。走。这么快？小月，婚礼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的呀？这中式的呢，温婉大气，适合小月。可是这西式的呢，典雅高贵，也适合小月。哎呀，太难选了，要不我们都办啊？我觉得亲家母说的在理。妈妈们，你们也太夸张了吧！哎，你们快看看，我这样行吗？你怎么都好看啊！贫嘴！你这一早上啊，都整理多少遍了，已经很美了。那可不行，今天最美的人呀，应该是小月。没想到一眨眼，孩子就结婚了。秀芬啊，真的谢谢你把小月养得这么好。哎，快看，帝少和帝少夫人来了！哎呀，天哪，帝少也太帅了吧！帝国91少女的梦今天就要碎了。这帝少夫人可真是倾国倾城啊，难怪帝少对她一见倾心。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霍林川先生，未来的日子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您是否愿意娶魏希月小姐为妻？我愿意。魏希月小姐，未来的日子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您是否愿意嫁给霍林川先生？我愿意。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。好。